给辉宝馋的，妈妈还在睡觉，辉宝偷偷钻到妈妈怀里吃起了奶。因为小滑梯上位置不够了，辉宝只能站在小木床上吃，真是个吃货模样。直到一会儿，辉宝给妈妈弄醒了，爱宝一下就给辉宝推开了。被妈妈抓住的辉宝瞪着大眼睛，仿佛知道自己下一秒要挨揍了。不过爱宝并没有真的动手，只是单纯给辉宝推开，让其不要打扰自己睡觉。圣西姨母看到后，则是让爱宝回室内休息了，自己来到园区给辉宝带来了胡萝卜。圣西姨母最懂爱宝当妈妈的感受了，常常因为姐妹俩的调皮，觉得爱宝太累，然后让爱宝回家或是去室外。姐妹俩看到姨母来了，齐刷刷的来到姨母身边。姨母此时手里有小零食，姨母让姐妹俩怎么样，姐妹俩都会乖乖的照做。姐妹俩一边吃着胡萝卜，一边享受着姨母按摩，舒服的辉宝四仰八叉，还得踩在姐姐身上。这一幕都给姨母看笑了，辉宝真是各种整活。而瑞宝则是一心沉浸在了吃脚丫中。刚才瑞宝起身前，姨姨们还以为瑞宝是在啃胡萝卜，宝家真是不养闲人。爱宝这睡姿是对园区和姨姨们多大的信任呀，一点不怕姨姨们合伙拿麻袋给其偷走。爱宝这里之所以能悠闲的睡觉，是因为乐宝在室外替全家负重前行，乐宝在室外努力给姨姨们营业，让姨姨们不要退票。乐宝一个自由落体，直接给气氛拉到了最高点，这一摔直接给姨姨们摔出了票价，这一趟让姨姨们又没白来。接着乐宝又来到小亭子旁，给姨姨们来了个倒立。乐宝抱着亭子腿，一边倒立一边翻滚。乐宝这是想直接钻进雪里，乐宝想到了就要干，倒立结束下一秒就猛钻雪堆，要不雪太硬了，乐宝真能钻进去。姨姨们的尖叫不止乐宝的整活不停。接着乐宝又一路小跑，来到了被竹子包裹的树前，乐宝摆好姿势，蠢蠢欲动，一副想要爬上去的样子。乐宝左右不断打量，但乐宝也不是莽夫，乐宝感觉攀爬这棵树风险比较大，乐宝放弃了爬树，然后丝滑的向后躺去，在这雪地上卖弄着自己的身姿。乐宝走哪儿躺哪儿，雪地带来的爽感都快让乐宝不会正常走路了。乐宝卖力的整活儿，爱宝带着瑞宝辉宝舒舒服服的在室内睡觉。这一下就不能说乐宝每天都是吃白饭的了，乐宝可是宝家唯一一个8年来全年无休的成员。那爱宝乐园在7月份改变了，我才明白，原来爱宝乐园对宝家族在乐园的地位一直都没有改变过。就算福宝离开了，但爱宝乐园对宝家族的尊重和热爱一点也没少。而这周胜熙姨母和爷爷们也特意在节目中分享了这一消息。现在的爱宝乐园宛如一个熊猫主题的动物园，随处可见的大熊猫元素也证实着爱宝乐园对宝家的重视。而这周除了给宝家族添加新家具以外，瑞宝辉宝这里爷爷和姨母们也都有在用心去陪伴。此时瑞宝正在享受爷爷的按摩，瑞宝躺在爷爷怀里一动不动的，任凭爷爷的抚摸，很是乖巧。一会儿将爷爷起身时，瑞宝明显有一点不知所措的样子，心想爷爷你要去哪里？不过没事儿，爷爷走了还有姨母在，有姨母在也是一样的。身后换成姨母后，瑞宝这里依旧让爷爷离开一会儿后，很快又回来了，手里还拿来了新鲜的竹子，这些是将爷爷刚跑到园区的山上采摘来的。将爷爷心想着嫩绿嫩绿的竹叶，瑞宝和辉宝一定会喜欢，但是与竹叶比起来，瑞宝好像更喜欢爷爷，抱着爷爷不放手。而对于竹子则不屑一顾。爷爷起身走时，瑞宝还牢牢抓着爷爷的大腿，直到将爷爷坐下来陪着，瑞宝这才开心起来。将爷爷除了竹子以外，还给姐妹俩带了小苹果，小苹果可比胡萝卜甜多了。吃上小苹果后，瑞宝也不再黏着爷爷，将爷爷这下也成功给自己脱身。爷爷和老宋头现在天天都在硬石石上趴着，两个爷爷回想着昨天他们还小小的，怎么一眨眼就这么大了，身上都有妈妈的影子了。爷爷们害怕再一眨眼自己就又要面对和福宝一样的场景了。两个爷爷现在看姐妹俩在室外玩耍时的样子，眼神都快要拉丝了，就像当年福宝要独立，老宋头最后一次陪福宝时一样。根据将爷爷的回答来推算，瑞宝辉宝现在离独立只剩半年了。记得将爷爷偷偷抱姐妹俩走员工通道时的样子，仿佛就在上个月，而现在别提走员工通道了，现在就连抱起来都是个问题了。以及鼓励他们学走路时的画面，同样感觉是发生在不久前。再看爱宝与瑞宝辉宝的合照，与之前的合照对比，瑞宝辉宝真是成倍数的放大了。
不过这些情绪对现在的老宋头来说，只能在一个人的夜晚时产生，因为在园区老宋头更多的是头疼姐妹俩怎么才能下班。今晚姐妹俩让老宋头又惆怅了，腿又拍红了。不过老宋头这次居然变聪明了，不再傻傻的跪在地上苦等了，而是来到了小亭子上坐着，这样比较舒服一点。辉宝看到爷爷来了，率先从小树上下来。辉宝走到老宋头身边后，老宋头立马奖励了一块小苹果给辉宝。而瑞宝这里，老宋头坐的腿都快麻了，他还不下来。老宋头按捺不住了，直接给小苹果送到了辉宝的嘴边。但吃完小苹果后，瑞宝还是不想下来。这时辉宝眼看爷爷站在了小木桩上，辉宝怕爷爷掉下来，还贴心的在下面扶着。老宋头眼看瑞宝迟迟不下来，又用上了姜太公钓鱼的方法，但结果还是不管用。瑞宝这次直接让老宋头黔驴技穷了。今天的瑞宝就是这么有性格，所以老宋头现在与其思考与瑞宝辉宝分离的事情，更需要思考的是瑞宝到底怎样才能回家。老宋头又来隔壁的蝴蝶馆串门了，想起上次老宋头来蝴蝶馆为福宝借走的那几只蝴蝶，到现在也没还。逛完蝴蝶馆，老宋头回去的路上又偶遇了几根竹子，这大竹子老宋头怎么能忍住不拿呢？直接拿来工具，3两下全部都给其裁剪了，带回了宝家。乐宝吃大的，瑞宝辉宝吃小的。除此之外，老宋头这周还发了自己赌辉宝小瀑布的全过程，这要是让辉宝看了，不得打死老宋头。老宋头除了用木头进行添堵在外围，还又用石头进行了2层，之后又进行了第3层的冰雪覆盖。不过老宋头之所以覆盖上冰雪，是为了让瑞宝辉宝玩冰雪滑滑梯的。老宋头还特意示范了一下，果然还是宋3岁最会玩。瑞宝辉宝要明白宋3岁的心思。宋3岁玩得越来越上瘾，一连滑了好几次。第2天，宋3岁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瑞宝辉宝。不过瑞宝辉宝此时一心都在宋3岁手上的小零食上。宋3岁一边投喂小零食，一边训练姐妹俩用体检台。辉宝现在用的是炉火纯青了，只是手不够长，而瑞宝这儿直接将头放在了体检台上。瑞宝感觉这样很舒服，而且可以直接吃到小苹果。瑞宝见宋3岁迟迟不投喂，只好敷衍了一下宋3岁，将手伸了出来。一会儿轮到乐宝体检了，最近乐宝的情况有所稳定，体检和吃小零食时都不再那般急躁了。而此时的爱宝早早的就坐在体检台前等奶爸了，而爱宝的体检也是最快速，让宋3岁最轻松。爱宝是宝家最让饲养员省心的，在爷爷们心中，爱宝就是大熊猫界最完美的熊猫。临下班了，瑞宝非要来妈妈身边挨顿揍才舒服。本来爱宝到了下班，奶爸不给自己开门，自己就烦，瑞宝还要过来凑。今天下班时间到了，爱宝就像往常一样来到通道门口，给奶爸敲门，喊奶爸给自己开门。瑞宝这时狗狗祟祟的在一旁偷看着妈妈，跑过来没事找事儿。瑞宝凑到妈妈身前，先是一阵乱蹦，挑衅着妈妈。开始爱宝对瑞宝的呆头呆脑的样子根本没有当回事儿，而是走去一旁打发时间，继续等待下班。瑞宝紧跟在妈妈身后，看到妈妈坐了下来，就开始咬着妈妈的皮套，扯来扯去，仗着妈妈不会真的动手打自己，不断欺负着妈妈。欺负完，转头就往树上跑。本来就烦的爱宝被莫名咬了一顿，更烦了，直接给瑞宝从树上拽下来，一路给瑞宝拉到了小亭子上，然后按在了身下，胖揍了瑞宝一顿。你说本来好好的，瑞宝你非要惹妈妈，这下跑不了了吧？瑞宝在爱宝身下喊得声嘶力竭，但爱宝丝毫没有要松手的意思。而此时，爱宝和瑞宝打斗的声音给辉宝吵醒了。辉宝坐起身查看了一下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紧接着又从树上滑了下来。瑞宝这里则一直像个跟屁虫一样跟着妈妈。很快辉宝也跟了过来，一家3口一起在通道门口等待着。而爷爷眼瞅一家3口集体不想营业了，还没等姨姨们走完，就给通道门打开了，让这一家3口回了家。